把电站建到太空里可以吗？生活在21世纪，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科幻变为现实。比方说太空电站。今年5月，阿特拉斯5号火箭就发射了一艘神秘的航天飞机进入太空，它是隶属于美国太空军的 X-37轨道飞行器。围绕着这个飞行器的谜团其实有很多，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可以单独做一期。但今天主要讲的还是它本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对太空电站展开测试。虽然太空电站这个概念已经在科幻小说里面存在了快1个世纪了，但真刀真枪的进入到太空当中测试呢，这还是人类的第一次。我是人生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太空电站，它要怎么建，发出来的电我们又该怎么用，它真的是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好，下面我们就开始了。简单来说太空电站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本覆盖在地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移到太空当中去，让它们在那儿收集太阳能，然后再把收集到的能量以微波或者是激光的形式传回到地球，最终呢，从地面上的接收装置里面把电能给输送出来。听起来并不复杂，对吧？所以这个概念自然出现的也是非常的早在1941年就由艾萨克·阿西莫夫写进了自己的一个短篇科幻小说里面。顺便说一句此阿西莫夫就是那个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3定律的阿西莫夫了。然后到了1968年，美国航空工程师彼得·格拉瑟更是把这个概念上升为专利。卫星太阳能发电系统真的早就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科幻，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工程技术了。为什么我们要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天上去呢？有2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地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只能在白天工作，还得要在白天且天气晴朗的时候才能有效工作。第2个原因是，即便是在大晴天，我们的大气层也会将1/3的太阳能阻挡在地球之外。虽然太阳非常殷勤的每秒钟为我们送来17.3亿瓦的能量，但实际被我们利用的却少之又少。但如果把太阳能电池板换到太空当中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估计显示同样一块太阳能电池板，要是把它放上太空，它的效率将会达到地面上的40倍，是不是很诱人啊？的确你看技术可行，收益明显，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早点把它付诸实践呢？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专利了呀，要是早点用上，我们现在还用担心海平面上升吗？好吧，我要话锋一转了。尽管潜力巨大，但是太空电站想要实现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也有2个主要的原因，成本和效率。首先，制造和发射用于收集太阳能的巨型卫星的成本非常的高，粗略估计为一座城市供电的太阳能电站的造价将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其次，我们目前还无法彻底解决能量回传的问题。还记得刚才我说过的2种回传方式吗？微波和激光，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和麻烦。使用特定频率的微波回传能量时，好处是它不会被大气吸收，于是就可以把太空电站放在距离地球表面35800公里处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在这儿它几乎可以一直被阳光照射，而且始终停留在地球同一地点的上空，只需要在对应的下方地面上建1个接收站就可以了。但坏处就是这个接收站的面积将会十分巨大，因为微波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会发散，到了地面上呢，它散开的直径可能已经高达数公里了。建这样一个与之匹配的接收站将会面临社会和经济2方面的挑战。那用激光呢？好处自然是它不会发散，传输同样的能量，地面上的接收装置可能只需要直径有个10几米就够了。但坏处是它会被大气吸收，为了少损失一点，你就不能把它建得太高，只能选择距离地球几百公里的低地球轨道了。好了，先不说在这儿它有多少时间真的是完全笼罩在日光当中，最大的麻烦是为了维持轨道高度不掉下来，它的运行速度将会非常的快，快过了地球自转的速度，意味着它是不会停留在同一地点上空的。于是相应的地面的接收站就不能只有1个，而是沿着太空电站运行的轨道有很多个了。现在你不光要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了，还要考虑国际政治因素了，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说到最后，太空电站看起来还真的只能停留在科幻小说里面咯？不见得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成本和效率难题似乎都有了解决的方向。先来看成本发射成本不用我说了 ，SpaceX 已经用他们的可回收火箭将它降低了很多，而且肯定还有空间。
制造成本，现在的太空电站的设计方案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直接把太阳能电池板在太空中铺开，而是利用更轻更便宜的反光材料，先将光线聚拢起来，然后再反射到体积更小的太阳能电池上，成本自然下降了不少。再来看效率，为什么我们非要把太空电站生产出来的电送回到地面上用呢？在空中用它就不香吗？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碳排放大户航空业，想要从烧油换成用电，最大的卡点在哪儿呢？电池。因为能量密度远小于化石燃料，所以一旦背着电池上天，飞机想要把自己送往远方都有点困难，更不要说加上乘客和货物了。那不用电池，直接接电线成不成？用太空电站的激光直接给它送电，可以吗？这好像还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哦。尽管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却并非脱离现实。早在2003年 ，NASA 的工程师就用10千瓦的激光来为一架装着太阳能电池板的模型飞机供过电了。2008年，工程师们更是实验了用激光将20瓦的能量准确地送到150公里外的接收器上。当太空电站生产出来的电能够被直接用在这些每天穿梭于地球上空的数万架飞机上时，我们所担心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不是也已经解决了一部分了吗？当然，你还能想到哪些应用？不妨留言来讨论一下。另外，如果非要发送到表面上用，月球的表面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人类的月球基地供电也很香。为什么呢？首先，从地球背电池上去肯定是不现实的，那点紧巴巴的发射载荷怎么能浪费在低效又笨重的电池上面呢？其次，在月球表面建太阳能电站也不太现实，因为月球被地球潮汐锁定，自转下来差不多要1个月，意味着电站有2个星期是处在黑夜中无法工作的，这怎么行？最后，月球没有大气层，所以激光是不会被吸收的，太空电站的效率将会得到极大的发挥。所以现在包括美国宇航局、日本宇航局以及我们国家的航天机构都在对太空电站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它上天的日子恐怕是不会远了。我们就一起期待科幻再一次变成现实的时刻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脑机接口能干什么？是能够像《阿凡达》里面那样把自己的心智移植到另外一个生物体上，然后随心所欲地操纵它的身体和感知吗？还是能像黑镜里一样，通过它来方便地读取、监控，甚至是过滤大脑所接收到的信息？或者是像记忆大师里面一样，能够下载、保存、上传记忆，哪怕这个记忆原本并不属于你？这些都已经够科幻了吧？但 Elon Musk 的 Neuralink 告诉我们呢，请再大胆一点，与人工智能共生，成为超人，实现永生才是目标。当然，那是终极目标。那现阶段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Elon Musk 的脑机接口 Neuralink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跟别人家的产品有啥区别？从嘴上承诺到实际落地之间，到底还有多远的距离？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啊。简单来说 ，Neuralink 就是将电极和芯片以侵入式的方式植入到大脑当中，读写神经信号，实现脑机之间的闭环控制。这句话里面呢有几个关键词，分别是侵入式、读写和闭环控制。我想要特别来解释一下。先来说侵入式。这是一种采用开颅的方式将采集信息的接口直接插入到大脑灰质里面的方式。它的优点是可以获取质量较高的神经信号，而缺点则是容易引发免疫反应和愈伤组织的生长，从而导致信号质量衰退甚至是消失。另外，肉眼可见的缺点还有开颅手术所要面临的风险以及意外。不想要开颅吗？那就用非侵入式，只要戴上一顶附着了大量信号采集器的帽子就能够解决问题了。方式方便了，但由于颅骨对信号的衰减作用和对神经元发出的电磁波的分散与模糊效应，导致它所采集到的信号质量不高，分辨率不够，很难确定信号源的具体位置，有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感觉。作为科技狂人的 Elon Musk 怎么受得了低分辨率的 low tech 呢？所以自然是要采用前一种侵入式的，而它是这么化解其中的缺点的。首先，Neuralink 采用的是一种极细极柔软的电极丝来插入大脑的，它们每一根的宽度只有4到6微米，大约是普通人头发的1/20，可以随着大脑的微小活动而活动，从而减少带给大脑的损伤。另外在每根这样的细丝当中呢，又包含了32根电极，这些电极将自己用于接收信号的尾巴从上到下排成一串，伸出细丝，于是密度也就比传统电极提高了一个数量级，来到了3072个的水平，可以提取出质量更高、来源更多的神经信号。其次把这么多这么细的电极丝在短时间之内安全准确的植入大脑， Elon Musk 靠的不是人手而是机器。这是一种像是把显微镜和缝
缝纫机结合在一起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能够以微米级的精度自动的将电极丝植入到大脑里面，并且在此过程当中呢，自动避开表面血管，瞄准特定的脑区，完成一次手术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且几乎没有什么不适。说几乎呢，是因为目前的手术还是需要在头骨上钻开一个直径大约为8毫米的孔的。但不用担心这个孔影响了外观，因为孔的大小就正好等于植入芯片的大小，手术完成只需要把芯片往上面一盖就不见踪迹了。去年这个可以同时记录、放大并数字化3072个电机信号的芯片，还是用 USB-C 口来传输数据和供电的。但在前段时间，埃隆·马斯克用3只小猪来做的演示里面呢，已经被换成了更方便的蓝牙连接和无线充电模式了，不仅能够更加自由的放飞自我，充一次电之后呢，也能够欢腾的跑上一整天，看起来啊，成熟度越来越高。但它现阶段能干些什么呢？从演示里面看，只能比较准确的预测小猪的动作而已，也就是说，读取的模式似乎没有太大问题了。那么写呢？可以写入一段命令，让小猪表演一个打滚吗？显然不能啊，否则按照埃隆·马斯克激进的做法，没有理由不给我们看的。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就像我刚才标出来的关键词一样，闭环控制指的是信号从大脑中提取出来，反映在外部世界上，然后跟外部世界发生交互之后呢，再反馈回大脑的过程。它看似简单，却是所有脑机接口的公司都想要达成，但在现阶段连个下手的地方都找不到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大脑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的认知。刚才我已经说了 ，Neuralink 3072个植入电极已经是目前之最，但我们的大脑神经元有多少个呢？最新的估计数字是86亿。而且还是最新的研究，我们的智力来源并不是之前所认为的神经元的数量，而是每个神经元之间由突触所纠缠起来的复杂连接。它们有多少呢？有一个非常夸张，但应该也是反映了真实情况的说法：1立方厘米的脑组织里面的连接数量就多得跟银河系里面的恒星一样多。所以啊，我们连读取和记录足够的神经信号都还差得远呢，更不要说去理解它们了。也来举一个例子啊。如今已经在人体和猴子身上试验过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方案，尽管都能使他们掌握用意念来喂饱自己，但是却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而且人所需要的训练时间还更长，控制精度还反而更低。这种尴尬正是源于人脑的复杂性的。尽管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尽量让植入脑内的电极只接触到负责相应功能的脑区，但脑区的功能就根本不是纯粹和单一的，而是具有多任务性和多样性的。比如运动皮层常被认为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脑区，但其实它还广泛参与到其他的任务当中去，这是多任务性。而且参与到其他任务的深入程度和复杂程度在不同的个体当中呢，表现均不相同，甚至是迥异的，这是多样性。显然人脑比猴脑的多任务性和多样性都多了去了，所以脑机接口的读取效果自然还不如猴子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闭环控制里面的 B 的部分，也就是将外部世界的信号写进大脑。它需要怎么做呢？需要将外部信号准确的编码成神经信号，再由神经信号转变为我们的意识。所以在编之前，你得需要知道码到底是什么吧？比如摸到柔软的皮肤给你愉悦的感觉的码是什么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把神经信号对应到意识之前，你得要知道意识是什么吧？我们也不知道。既然都不知道，那还要怎么玩呢？纵然埃隆·马斯克光芒四射，但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科学发现之上的，这一点他也无法改变。所以回到现实，我们暂时不要去考虑什么意识下载、记忆操纵和数字永生，就说说 Neuralink 还有其他一些脑机接口在可见的未来能够真正实现些什么吧。个人认为啊，他们至少可以为残疾人士带来福音，帮助他们更好的康复和更好的实现部分运动功能的替代。可以帮助神经系统受损的人，比如癫痫患者和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在发作前提出预警并适当干预；可以帮助失眠患者解决睡眠障碍；可以帮助患有学习障碍的人集中注意力；可以帮助需要执行特殊任务的人获取强化的记忆力和学习力等等。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有些时候呢，只是我们自己太贪心了而已。我是火箭叔，关于脑机接口还有它未来的应用展望，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先关注我，然后留言来参与讨论吧。第一个发现外星人的将可能是我们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有天眼。
天眼 FAST 全球最大单一口径射电天文望远镜已经在2020年1月11日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了运行。接下来呢，就等着迎接各种惊喜吧。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再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背景知识，以便帮你在未来吹牛的时候呢加点分。首先，到底什么是射电天文望远镜呢？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面呢，望远镜是那种我们用眼镜通过它就能看到远方物体的玩意儿，这未免太狭隘了啊！因为大量的光都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它们的波长要么太短，比如从紫外线开始往外数的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要么就是波长太长，比如红外线、微波和无线电波。相比起来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可见光红橙黄绿青蓝紫呢，才是一个小的可怜的范围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造出那些明明不像是望远镜的望远镜的原因了，因为它们就是用来看见不可见光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呢是专门用来看无线电波的，用无线电波观察宇宙呢有几个好处啊。第一就是它能够看到极其遥远和极其暗淡的天体，帮我们把视野拓宽到宇宙的边缘，因为在这儿天体通常只会辐射出无线电波。第二是无线电波拥有极强的穿透力，通过观察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被宇宙尘埃遮蔽住的星系内部，从而揭示出恒星诞生以及黑洞的秘密。但反过来啊，使用无线电波也是有坏处的呀，因为它的波长太长了，所以成像的分辨率就非常的低，除非扩大接收面积。说到这儿啊，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射电望远镜都是一些巨无霸了啊，因为锅盖的口径越大，分辨率也就越大呀，所以我们的天眼才要建得如此庞大，锅盖的面积相当于30多个足球场加起来那么大，口径则是500米。对了 ，FAST 第一个字母 F 就代表着500 meters， 500米，骄傲吧？其他了不起的数据还包括铺设在1万根钢缆上面，重达1600吨的4450个三角形面板，它们是组成望远镜反射面的重要零件，以及用6根钢索悬吊在100多米高空的30多吨重的馈源舱，里面则装着最为先进灵敏的接收装置。难怪光是施工的时间就花了5年半，而且还是中国速度啊！在天眼之前呢，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是美国的阿雷西博，当然我是通过那部007电影《黄金眼》认识它的。但它的口径也只不过350米，跟我们的500米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话说回来啊，这500米可能不会给你什么样的具体的概念，但你可以这样想啊，如果往这口大锅里面倒上红酒的话，地球上每个人可以喝到4瓶之多。对了，既然它可以装红酒，也是可以装雨水的呀。自然为了避免天眼变成天然大澡堂呢，在每一个三角形的面板上都穿了孔，不仅允许雨水可以漏下去，还减轻了不少的重量。关键是穿透这些空隙的光线呢，还能够让望远镜下面的灌木丛继续生长，多么的和谐啊！天眼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当我们想要转动望远镜去瞄准一片特定的天空时，你该怎么样转动天眼呢？你又没法去人为的让贵州那个喀斯特挖坑倾斜一下的，难不成就只有跟阿雷西博一样固定不动了吗？才不是呢！这就是我们的天眼另外一个惊人的创新，在每一片三角反光面板的底部呢，都有独立控制的钢缆，可以将这口大锅的抛物面指向天空中任何的一片区域，而挂在空中的馈源舱也可以在6根钢索的牵引下，配合抛物面的改变，把自己调整到10毫米范围内的精度。外国专家一致惊呼 ：“Oh my god！” 怎么样，外星人你怕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Elon Musk 曾经这样评价氢燃料电池：非常愚蠢，更像是一种营销策略，而不是新能源汽车的长期解决方案。他的评价有道理吗？氢燃料电池真的有这么不堪吗？他所使用的锂电池就一点毛病没有吗？好，咱们今天就来简单讨论一下，顺便再拉一种新的电池杀入战局——固态电池。一个一个来啊，先说今天用的最多的锂电池。本质上呢，它就是我们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等这些移动电子设备里面的电池的放大版本。只是放大的不单是体积，还有数量。跟使用单个单元的小电池相比，电动汽车里面的锂电池呢，是将数千个这样的小单元捆绑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容量更大的组合体。因此才能够驱动汽车这样的大家伙嘛。和传统的铅酸镍铬电池比起来，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要高很多，所以不仅能够储存下更多的电量，连使用寿命都要长得多于是就非常适合拿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量供应源了。到了今天，很多充满一次电的锂电池电动汽车呢，已经基本上能够跑过跟加满一箱油的燃油汽车差不多的里程了。这么看起来是美好的。但是它也有天然缺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锂电池的稳定性其实并不是可充电电池技术里面最高的，它怕高温，它怕过充，它怕过放，它还很怕碰撞。因此
它们就需要更高的保护级别。不仅是物理上的盔甲保护，还包括系统上的电子保护啦。每个锂电池呢都需要有专门的保护电路，以确保它们能够在安全范围内去运行。这些呢就势必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成本、复杂程度和重量嘛，成为锂电池的一大缺点。而因为这个大缺点，其他的一些小缺点也冒了出来了。比方说，这样的电池更难回收，它们的轮胎会因为重量的增加而更快的被磨损，开发周期也因为要考虑1/3车重的电池该如何平衡分布而拉得更长，等等等等。另外啊，尽管锂电池已经拥有不错的生命周期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充放电的性能呢也会下降，而且这跟你用多用少还关系不大啊，即使摆在那儿不用，它的性能也照样会往下掉的。当然，最后一点啊，就是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里程焦虑了。再怎么样，锂电池的容量还是有限的，还是跑得不够远的，还是需要比加油久得多的充电时间的。短途开开还行，要是跑长途嘛，就得要再认真考虑考虑了。那开长途，就真的没有享受清洁能源的资格了吗？哪里啊，不是还有氢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车吗？尽管马斯克说他非常愚蠢，但其实他有一些优势呢，是远超锂电池的。比方说能量密度，压缩氢气拥有高达4万瓦时每公斤的能量密度，而锂电池呢，对比起来，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可怜的278瓦时每公斤，仅仅只是前者的0.7%都不到。这意味着啊，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可以在不增加更多重量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续航里程，再加上嘛，它是加氢而不是充电的，因此可以获得像是加油那样的时间优势，彻底的就没有里程焦虑了。你看多好，既实现了100%的绿色环保，又没有一点的里程焦虑，它会不会才是新能源汽车真正的未来呢？光看好处当然是这样啊，但是等我们绕到它的背面，就不仅要感叹一下，为什么马斯克如此不待见氢燃料电池了。有人会说，安全是它的头等问题，这个不假啊。氢气具有相对较低的燃点以及非常宽的空燃比，是一种自带危险的气体，尤其是考虑到这里用的还是它的压缩状态。但是啊，可能让你感到意外的是，跟汽柴油这类石油衍生燃料比起来呢，它却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轻啊，它大大的轻过了空气啊，所以就能够在发生火灾时呢，通过打开紧急泄压阀，快速的将它吹到空气当中。即便此时它被点燃了，也会像一个大火机一样对着天空去燃烧，并不会伤到周围的人和车的。实际上，丰田甚至还用子弹射过他们的氢气罐呢，结果跟电影里面子弹打进油箱的效果彻底不同，没有爆炸，没有燃烧，仅仅只是让比空气更轻的气体通过弹孔逃逸到了空气当中而已。所以这么看起来，安全性并不是氢燃料电池的一个大问题。那什么才是呢？是成本，是效率，是它到底绿不绿色了。先说成本啊，虽然氢是这个宇宙当中储量最为丰富的元素，但是啊，它基本上是不会单独存在的，而是跟水、碳氢化合物，比如甲烷，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机物结合在一起。因此，要把它作为燃料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将它从这些化合物当中提取出来了。可惜的是啊，这些过程要么根本就谈不上绿色，要么花费高昂，要么就效率低下。目前大部分的氢气呢，都是通过一种叫做蒸汽重整的过程来制造的。它通过将高温水蒸气同天然气结合，来将其中的氢气提取出来。这种方法一是排放了大量的废气，所以并不环保；二是浪费了大量的热量，所以非常低效。如果把它作为燃料用到氢燃料电池当中，那还不如直接在汽车里面烧天然气好了。绿色和效率两头都没有占到，干嘛还多此一举呢？那就试试第二种方法。电解水产生氢气如何？这次咱们用来自绿色能源的电，比如太阳能、风能等等，环保就没问题了吧？可是它也照样效率低啊，大约有30%的能量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呢就损失掉了，因此拉高了成本。再加上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加气站、建设输气管或者建设分布式的氢气生产车间，都是要花很多钱的。平摊下来，现在的结果就是啊，它每开1公里呢，就要比锂电池汽车多花8到10倍的钱，基本上就谈不上什么经济性了啊。最后还有效率的比较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在用电来生产氢的过程当中，大约有30%的损耗了。其实啊，总的损耗远不止如此啊。压缩氢气时的损耗，储存和运输时的损耗，电池内部的转化损耗，直流交流的切换损耗等等，这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氢燃料电池最后也只能输出其原先1/2还不到的效率，可比锂电池要低得多啊。
所以它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埃隆·马斯克可以继续正确一阵子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一项新的电池技术很可能要来砸他们的饭碗了——固态电池。其实也算不上新啊，因为固态电池早就在一些小型的电子设备上使用了，只是以前呢它们不好充电而已。把固态电池用在新能源汽车上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由于它使用的电解质换成了固体，所以体积上大为缩小，只有锂电池的1半左右。在同样的空间里面呢，咱可以装进去2倍的电池，从而带来了翻倍的续航里程，很大程度上就解决，至少是大大缓解了里程焦虑的问题嘛。其次，由于没有液体，它很安全啊，即使被破坏也不容易引发危险，于是保护措施呢就能够大大简化，带来实质性的减肥瘦身了。成本下降，重量下降，既可以让电动车轻装上阵，也可以在原本的基础上装上更多的电池，带来不可思议的大续航嘛。总之，灵活性就大大增加了。最后，其充电效率更高，因此充得更快；其使用寿命更长，因此能够覆盖汽车的整个生命周期等等等等。是不是新能源车的梦想伙伴呢？当然是的啊，只不过它离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呢还是有距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在寻找更好的固态电解质材料，而在这之后呢，生产商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它的成本，才能最终被市场接受嘛。不过，电动汽车的未来呢是越来越光明了。当人类移民火星时，电能会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需求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氧气、水、食物，还有庇护所里面舒适的温度，都是需要由电能来提供的。那么如何发电呢？是学目前已经在火星表面运行的几辆火星车那样用太阳能电池板吗？有点困难，因为驱动它们有个100瓦上下就可以了。而即便是以最保守的估算，保证一个人类居住地在火星上面的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电力，至少也是10千瓦起步啊。它大约就需要10吨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才行，并且还得针对火星的特殊环境做出大量的改造，比如其昏暗的日光和常年刮起来的沙尘暴。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了。既然火星不缺大气，而且还常年刮风，为什么我们就不转化一下思路，把发电的角色让位给风呢？是的在火星上建风力发电站可不可行？我觉得大有可为啊！因为你看看，就在我们身边，风力电机是越建越多，越建越大啊，从而积攒了大量的经验。尤其是我们中国，目前风力电机的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1，全球将近1半的海上风机都是由我们来运营的。所以靠着这些经验呢，我们完全可能在未来的火星能源竞争中呢，实现弯道超车。虽然你 NASA 研发的小型核反应堆 Kilopower 是很厉害，但是你架不住我们把风力电机插满整个火星啊！好，这是玩笑啊！下面我们就来认真的分析一下火星风机的可能性。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至少要让火星风机达到地球风机同样的功率。于是这个公式就很重要了。P 等于1/2 Cp 乘以 ρ 乘以 v 的立方乘以 a， 它描述了风力电机的功率同风机硬件和风速、大气密度等等的关系。左边呢是地球，右边是火星，看看要做怎样的改造才能够使两者的 P 值一致啊。首先这个公式里面的 Cp 指的是风力电机的功率系数，它表示风能的转化效率，其理论的最大值是 0.59， 称之为贝兹极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贝兹极限在火星上也是成立的，所以这个公式里面的 Cp 在地球上和火星上呢是没有区别的，咱们就暂时把它给忽略掉啊。那接着看第二个要素 ρ， 大气密度。火星的大气密度大约是地球的1/60，所以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让火星风机产出跟地球风机同样的电力，我们就需要建设60台这样的风机才行。然后等式的下一项 v 的立方，即风速的立方。看到这儿呢，我就会心的一笑啊，因为这一项是成了个立方的，就意味着只要它稍微改变一点点，结果便会大不相同啊。比如，只要火星上面的风速是地球上风速的4倍，咱们就能把刚才增加为60台的风机再次减到1台了。因为4的立方是64，还超过了60，稍微赚了一点点呢。但是我做了一个春秋大梦啊！虽然我们对火星上的实际风速了解的还并不太多，但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数据去推算，在好一点的地方呢，其平均风速也不过就是在每秒10米左右，跟地球上面的1级风场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一项里面呢，我们还真是捡不到什么便宜啊，比较遗憾。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了啊 ，A。即风机叶片扫过的面积。
如果火星的风速并不比地球的风速快，我们也不想建比地球更多的风机，该怎么办呢？那就在这一项里面做文章嘛，同样也能够以小博大啊。因为圆的面积计算公式是派乘以半径的平方，所以如果想让火星风机达到地球风机的功率呢，我们只需要将它的叶片长度做成后者的8倍就可以了。目前地球上的风机叶片最长呢已经超过100米了，那么火星上它就需要长800米。哇哦，看来在火星上壮观是个常态啊，就像其最高峰奥林帕斯山能够俯瞰几个地球的珠穆朗玛峰一样啊。但是800米长还是一片叶片，真的能够实现吗？考虑到火星上更小的重力，这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疯狂的想法了。再说了，100米叶片，那在地球上呢，已经是个超10兆瓦级别的风力电机了。在咱们火星移民的初期呢，根本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嘛。咱们就按照10千瓦来算。在地球上10千瓦风机的叶片只需要3.5米长就行了，整体看上去呢非常的小，所以重量也就很轻了，加起来也就大约500公斤而已。但到了火星上，翻上8倍之后，其叶片长度已经来到了28米，材料使用的更多，重量自然也就上去了。如果用更轻的碳纤维，而不是地球上常用的玻璃纤维的话，它的整体重量大约会是在2到3吨，所以也还好吧。好了，最后你觉得火星风力电站这个项目靠谱吗？如果真要去投资建设的话，还有哪些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呢？留言来告诉我啊。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是机票没那么贵，要是飞机没那么吵，要是颠簸能少一点，该多好啊！看起来这个梦想就快要实现了，电动航班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在电力已经颠覆了火车，正在颠覆汽车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要颠覆飞机吗？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电动飞机的未来，以及它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尽管看起来人们对于电动飞机的热情是最近的事情，但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的爱好。最早尝试把电力用来载人飞行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的2名法国军官试着用电来推动一架飞艇，但他们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问题，电池无法容纳足够多的能量为飞艇提供动力。这一经典的问题在这之后持续困扰了人们100多年。当镍镉电池发明之后呢，第一架装上电机的飞机才真正飞上天空，只不过也就飞了一次课间休息的时间而已。然后到了1980年代，锂离子电池发明了，它可以储存比以往更多的电量，所以带来的好处就是能够帮助像太阳脉动2号这样的飞机来一次环球飞行，只不过速度只能达到45到55公里每小时，跟我骑自行车差不多，似乎并不能解决你从广州飞到上海的实际需求啊。所以老问题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电池。如今啊，即使是最好的电池呢，每公斤所能储存的能量也只有250瓦时，而航空燃油是多少呢？每公斤里面储存了12000瓦时，简直没有任何可比性。这就像是拿80年代的电脑跟今天的手机比较一样，即使它们大到根本不可能让你揣进口袋里面，也远没有一部比它小上轻上数百倍的手机跑得快。电池就是这么尴尬的。对于一架电动飞机而言，如果你想让它的动力更好，就需要给它换上一个更大的电池，而更大的电池意味着更大的重量，于是为了抵消那部分增加的重量，你又需要再加上更大的电池，这意味着重量再次增加，然后你还得再继续增加动力，于是又是重量增加啊！到底要怎么搞啊？不是刚刚还说电动航班快了吗？的确啊，一边是科学家正在发明能够储存更多能量的电池，另一边则是工程师们正在不遗余力的改进与创造新的方法，用最快的方式打造天上的电马儿。纯电动不行，那就来试试混动呗，这不在汽车上就有成熟的思路吗？美国的一家公司就从一家1973年的塞斯纳飞机上拆掉一台燃油引擎，然后换上一台电动引擎，把它变成了混合动力型的飞机，起名电鳗，并有望在2021年获得商业飞行的牌照。更进一步啊，加拿大的2家公司，一家是专门生产电动机的，另外一家则是航空公司，共同将一架已经62岁的水上飞机改造成了纯电动，并在2019年底成功试飞，成为纯电动商业飞行的首例。同时也证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装上电机的飞机也能够带你飞，只不过咱先说好啊，中途得下来充个电哦。是的，就算是从南京飞到上海啊，它也是需要在无锡加个充电桩的。要是你觉得上面2款飞机还是太老太旧不够酷炫的话，以色列的一家公司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跟前2者的旧物改造不同，它是全新设计的。爱丽丝是一架能够搭载9名乘客续航1000公里的纯电动未来款小型飞机，预计2022年直飞首个商业航班。它看上去不仅养眼，而且还很养你的钱包。由于每小时的总飞行成本才1400块钱左右，
只是普通涡轮螺旋桨飞机的20%还不到，所以对票价你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期待。当然，尽管既没有喷气式客机飞得快和飞得远，但这种短途的客机实际上是非常有市场的。目前，全世界每年都售出大约20亿张航程短于800公里的机票，而直飞他们的却是明明能够飞得更远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要知道啊，他们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短途设计的。这些大型飞机最有效的利用就是让他们飞更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只有50分钟的飞行而言呢，他们刚刚爬到舒服的高度，还没有来得及歇口气，又要开始下降了，既烧掉了你本不该花出去的钱，也替你捐出了大量额外的碳排放。航空业对温室气体的贡献是惊人的，可以达到全球总排放的4%。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它几乎跟整个南美洲一整年的排放量相当。而且预计到了2040年，如果没有改变的话，碳排放量还可能会直接翻倍。所以不论是从经济角度来讲，还是从环保角度来讲呢，800公里以内的航线都应该用电动航班来替代。至于在稍微远一点的未来啊，电动航空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不仅会颠覆传统航空的模样，甚至是整个出行方式都可能会改头换面。Uber 正在研发一款可以垂直起降的交通器，方便将你从家门口直接送到机场，然后在这儿换上由空客、波音、劳斯莱斯制造的纯电动客机，零排放的带你高飞，你期待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风力发电机和电风扇之间究竟有没有区别？有多大的区别？前2天我收到一个粉丝留言，很有意思啊。他说这几天北京连续雾霾，重度污染，是否可以用张北草原和官厅水库的风力发电机来反向操作，人工造出西北风来把北京的雾霾吹散呢？对啊，你看风力发电机上长着3个巨大的叶片，有风的时候用风发电，无风的时候，或者就像上面说的那样，当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用电来造风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啊，究其本质，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风力发电机和电风扇之间究竟有没有区别，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先来看看它们的共同点啊，一是都长着叶片，而且通常都是3片叶片。2是叶片背后都装着电机，虽然一个是发电机，一个是电动机，但这2者本来就是可逆的。3是都是在跟风打交道，虽然一个是被风吹，一个是吹出风，但如果你硬要去吹风扇的叶片的话，也是可以把它吹动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它们2者的身份似乎是可以互换的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硬要把电输送到风力发电机的电机里面，它的叶片肯定也是能够转动起来的咯。但是转动起来的风力发电机叶片能够像电风扇那样吹出风来吗？这个呢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呢？这就来自于它俩之间最大的区别，叶型不同了。简单来说，风力发电机使用的是升力型叶片，而电风扇使用的是阻力型叶片。之所以这样，源自于它们的目的不同。我之前很详细的讲过一期为什么风力电机非要长3个叶片的视频，里面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去看看啊。在这儿呢，我再简单的讲一讲，风力发电机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利用风能，而不是跟风能作对。我看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是对自然风而言，风力电机类似于是个卡来收点过路费。如果收费太高，也就是把整条路都给堵起来，来多少收多少，人家风就不从这边走了，你1毛钱都收不上来。而如果收费太低呢，即使所有的风都从这边走，你也收不上多少钱来，等于是白设了一个卡。所以风力电机的赚钱哲学在于平衡，即让尽可能多的风毫无阻力的通过自己，只卡下一部分来收点费而已，这样大家就都高兴了。计算表明啊，让通过风力电机的风速只下降1/3的时候呢，是最佳平衡点，也是风能转化成风机叶片动能的极限，它叫做贝兹极限。所以你看，风机叶片它的设计初衷就不是为了兜住更多的风，而是为了放掉更多的风。那怎么才能在放掉很多风的情况下，更高效的利用它们呢？想想飞机的机翼，它是不是也是一边在放走大量的风，但同时也高效的利用了这些风呢？怎么利用的？由异形产生的升力。风力电机的叶片也可以看成是这样的旋翼，它跟风向之间的夹角较小，不是靠风撞在叶片上产生的反作用力，而是靠伯努利效应产生的升力使其旋转的，所以叫做升力叶片。再来看电风扇啊，它的目的呢，这完全跟风力电机是相反的了。它需要制造尽可能大的空气流量，也就是风量。而在相同转速下呢，风量大小取决于叶形和叶片的总展开面积。所以第一，风扇叶片需要的不是伯努利效应，而是其对着风向的弓角大小了。
让风，或者应该说是对风产生一个足够大的垂直于旋转平面的分向力，把尽可能多的风兜住，然后再甩出去。第二呢，是尽可能的增大这个兜风的面积，所以你看，一般风扇叶片的面积都是很大的，甚至还要长成这样的三角形，就是为了让单个叶片的负载足够大嘛。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阻力很大，所以就叫做阻力叶片了嘛。看到这儿，你应该理解了吧？风力电机和电风扇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两者是不能互换身份的。但是你硬要让风机变风扇，有可能吗？做好心理准备后，我们还是可以试试的。实际上，风力电机为了在不同风速下都能够达到最佳转速，是能够改变叶片的迎风角度的，也就是弓角的大小。所以，假如我们把它的弓角调到最大，然后让它转动起来，是不是也能吹出风来了呢？可以的，但即便是这样，由于叶片的总展开面积太小，吹出的风肯定也大不了。我说的大小肯定是相对于它庞大的体积而言啊。那想要增大它吹出的风量该怎么办呢？可以增加转速嘛。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想要把它吹出的风送到80或者是200公里以外的北京，那光风速快还不够了，还得要风压够大才行。所以我们要么得给它加叶片，要么得沿路给它加涵道。这还不够啊！叶片的材料大概得使用碳纳米管才行，因为夜间巨大的转速带来的离心力会把所有现有材料制成的风机叶片给撕得碎碎的。建起风机的立柱估计也得要用碳纳米管啊，而且地基非要打得够深才行，否则一开机自己就把自己给吹歪了，比较尴尬。还有呢，用什么样的电机才能驱动它呢？不一定非得要用电啊，烧柴油可以吗？把船用柴油机放在它的叶片背后如何呢？不对呀，它明明该是个客串的风扇，怎么现在快要变为成了一个真正的风扇了呢？何况还是一个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的风扇。好了，所以看起来除雾霾还是要靠我们更好的保护环境才行啊！当然多立一些风力电机也是很有益处的，它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利用可再生清洁能源，而不是加剧温室效应的化石能源。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每一天我们之所以可以快乐的学习还有生活呢，是离不开一样东西的。我们加热早餐需要它，我们发动汽车需要它，我们点亮教室呢也需要它，甚至我们自己呢也在无时不刻的消耗它。那么大家猜出来了，它究竟是什么吗？它就是能量。它的作用呢既简单又重要，因为它可以让一切事物运转起来。那么能量又是从何而来呢？尽管我们吃的食物和汽车吃的汽油并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它们最终都转化为了能量，让我们和汽车动起来。所以说能量呢，它是由物质转变而来的。毫无疑问，这些我们可以用来转变成能量的物质呢，就叫做能源了。要是说起能源的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了，因为呢，它们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能源。不过很遗憾的是，它们呢都是不可再生能源，因为它们需要数万年的时间才可以产生，所以说我们总有一天会把它们用得干干净净的。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我们要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比如说我们头顶上的这颗太阳了，它对我们而言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了。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它的热能，或者说呢，使用太阳能电池把太阳能变化为电能。科学家们呢也正在不断改进太阳能电池，让它更有效率，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电能。而且太阳能对于我们人类去探索太空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一旦我们走出这个地球之后呢，太阳能几乎成了宇宙飞船还有卫星的唯一能量来源了。这就是为什么卫星的身上呢，总是挂着这样大大的翅膀，因为这是它们的太阳能帆，同时也是我们人类梦想的翅膀啊。今天的制作时间呢，火箭叔叔将要带领大家完成一艘非常酷的太阳能帆船。它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枚利用太阳能来前进的卫星了。
我们今天的制作呢，将要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要用 3D 打印的零件，当然大家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材料发挥自己的创意来代替。我们还要用到一根鳄鱼夹，我们要用到2根这样一个杜邦线，然后还有一个红色的 LED 小灯泡，一根冰棍棒，海绵胶，这叫做导电胶带。然后呢，还要用到铝箔纸、剪刀、透明胶，当然少不了的还有我们的2块太阳能电池板。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制作了。我们首先要做的呢，是把我们的发射喷口给制作出来。我们将要利用这样一个 LED 灯泡呢，模拟卫星的推进装置，就像这样插到这儿。好，第一步呢，我们是先把插进去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它比较松，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先把它的这2个角呢分开一下，然后插进去的同时呢，插成这样，之后呢，我们用一点点透明胶带把它给粘在上面，一定要尽量粘紧一些。粘紧之后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 LED 灯泡的针脚呢，给它掰起来、翘起来，让它好，就像这样，翘成这样，翘成这样。好，翘成这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杜邦线头呢插进去，插紧一些。嘿，插进去了。好，就像这样一样。然后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准备一下我们的卫星的这个主要的主体部分。把这根冰棍棒呢插进去，好，插进去，一左一右，尽可能的让它左右两边呢是一样长的。然后把我们这个小卫星的推进装置呢插进去，好，就像这样一样。对，让这个两边的接触装置呢一定要是伸出来，一左一右伸出来。伸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小盖子给装上了。装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的头两个头一定要从这儿穿过来，然后呢，线呢一定是现在我们就把它小卫星给组装好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它会被里面的线给顶出来，所以说我们需要用凝胶粘一粘，让它不至于被里面的线给顶出来。粘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凸出来的这个接触装置呢，再往两边掰一掰，掰成这样。好，大家看到没有？我们这样两个凸出来的这接触装置，它一定是要跟我们这根冰棍棒呢是平行的，这样最后的效果也会更好。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动用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板了。太阳能电池板呢，我们是有2块，所以说呢，我们一左一右站在卫星的左右两边。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一定是要这样来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正极加是正极，减是负极，我们一定要让它成这样排列，就是减加减加，加和减呢是排在一起的，千万不要排成这样，一定要排成这样。然后我们只需要把它粘在这上面就行了。再次确认一下 ，OK， 没问题。然后我们就要用泡沫胶来做这个工作了。泡沫胶呢会非常的粘，所以拿的时候呢要小心一点。左右两边喷上泡沫胶，切掉。
把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板粘上去，摁紧，摁紧。好，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卫星是不是很像啊？对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卫星的推进装置，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小灯泡呢并没有亮起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虽然说我们已经装上了太阳能帆，但是却没有把电路给它闭合起来。现在我们就要把电路进行闭合，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推进装置开始工作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到导电胶带了。导电胶带呢，我们要剪2条，差不多一样长的。然后我们一条呢，这个导电胶带呢，它是自己带背胶的，所以说撕开。然后记住啊，大家我们一定要把它粘在这个凸起的接触点上面。好，粘好之后呢，然后把它翻过来，再粘到我们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正极的这个小触点上面，一定要粘牢一些。这个时候，导电胶带就可以帮我们让这个触点和这个触点之间呢连通了，就可以让电流在里面流动了。那同样呢，我们另外一个触点也要跟另外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极连接起来。好，现在呢就已经粘好了。为什么我们的推进器还是不工作呢？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把这2块太阳能电池板给串联起来，这就是恶性夹的作用了。来，一个夹负极的接触点，一个夹正极接触点，有没有工作？完美的工作起来了，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推进器上面的这个红点呢，已经亮了起来，非常的明亮，表明呢它已经可以推进我们的卫星。好，为了避免它掉出来呢，我们同样也是要用一点点透明胶，它加固一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制作呢是非常顺利的。如果大家发现，我们做完这一步之后灯还是不亮，该怎么办呢？这说明正负极是跟我们的这个 LED 灯泡呢插反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把这个我们的小推进器呢拿出来，然后重新把针脚换一换，我们的灯应该会亮的。好，这个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最后呢，我们要模拟一下，我们的卫星呢往地球发射信号的天线了，我们就要用到它和我们的铝箔纸。好，铝箔纸呢，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么多应该是可以了，够了。好，排出来一些铝箔纸，然后呢，我们先剪一小块。好，剪这么大一块，然后先把它搓成小球球。搓成小球球。搓成小球球的目的呢，是为了我们把它放在这中间，我们的天线罩的中间，把它粘在中间。那怎么粘呢？同样也是可以用一点点海绵胶带在中间，很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就只需要把我们的铝箔纸呢再剪一块下来，把它包裹住我们的卫星天线就可以了。好，就像这样一样。然后最后呢，我们再把它粘在这上面就行了，也是用海绵胶粘起来。但是我们这儿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铝箔纸跟我们的导电胶带碰在一起了，因为它们这样的话就会让电流呢通过它们之间的运输，让我们的这样一个卫星天线呢短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让它碰到我们的这个铝箔纸了。检查一下有没有碰到铝箔纸，没有。正常的发光，非常好。于是呢，我们今天的制作就已经完成了，非常酷的一个小小的太阳能帆船卫星。